沙朗是一位年近70的老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一直保持着单身，并且从未生育子女，因此他的晚年生活相对简单，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个很小的村庄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慈爱的老人，却不幸成为了犯罪的目标。凶残的歹徒不仅剥夺了他的生命，还对他做了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那么凶手为何会对一位老年人下手？他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科隆村。该村位于美国77号公路以西，距离繁华的奥马哈市大约40英里，常住人口约为110人，隶属于桑德斯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主人公沙朗出生于1936年8月15日，他是内布拉斯加州本地人，早年生活在道奇县的弗里蒙特市。作为在农场长大的孩子，沙朗从小参与了各种农业活动。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他务实勤勉的品格，同时也激发了他追求更好生活的决心。正因如此，沙朗在劳作之余始终将学业放在首位，最终通过努力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56年，时年20岁的沙朗加入了桑德斯县政府部门，正是这份工作让他从家乡弗里蒙特搬到了科隆村。接下来的37年里，沙朗从一名普通会计晋升到了县政府的财务主管，并且因为工作能力出众，还兼任了一些重要的职务。因此，沙朗在科隆村算是响当当的人物，当地居民对他也非常尊敬。1988年，时年62岁的沙朗开始了退休生活。由于他是单身人士，并且没有生育子女，所以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居民就成为了他最亲近的人。事实证明，沙朗确实把居民当成了家人。他不仅从不吝啬自己的善意，还将自己的住所改造成了公益咖啡馆。自此之后，当地居民不需要再跑到几十英里外的其他城市娱乐消遣，随时可以来沙朗家聚会聊天，且无需支付任何费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热情善良的老人，日后却遭遇了非人的对待。恶毒的歹徒不仅剥夺了他的生命，还对他做了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2003年6月30日下午6点42分，桑德斯县警察局接到了沙朗朋友瑞克的报警电话。瑞克表示，沙朗在自家车库进行了自我了结，尸体旁边有一把9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抵达现场。正如瑞克所说，沙朗确实死在了住所对面的独立车库中，但有所不同的是，他的死因并不是自我了结。首先，沙朗的衣着有些凌乱，上衣被拉到了胸口，内裤也暴露在外，这种情况明显不是倒地后自然形成的样子。其次，沙朗的头部和面部存在严重创伤，颈部也有一道明显的勒痕。虽然尸体旁边有一把贝雷塔手枪，但这把枪并未解锁保险，现场也没有发现遗留的弹壳，所以沙朗显然遭遇了谋杀，并且凶手可能对他进行过侵犯。经过进一步检查，警方在车库对面的住所发现了更多犯罪迹象。一根撬门用的凿子被丢在了后门口，住所外的电话线也遭到了破坏。尽管房子内部没有发现可疑迹象，但卧室床边有一个空的手枪枪套。考虑到枪套的大小与先前发现的手枪完美匹配，警方以此推测，沙朗在遇害前应该察觉到了危险，从而拿出了手枪作为防范手段。但由于凶手事先切断了住所的电话线，沙朗无法通过电话报警，于是他便拿着手枪走到了住所对面的车库，准备开车前往警局寻求帮助。也就在进入车库的过程中，凶手趁机发动了袭击。起初，警方并不清楚凶手的犯罪动机，一方面现场没有丢失贵重物品，并且沙朗提前发现了异常，因此很难确定凶手是因为盗窃计划败露选择了杀人灭口，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另一方面，虽然沙朗看上去像是遭遇了侵犯，但考虑到他是老年人，警方并不确定凶手会为了这种事情实施犯罪，所以需要进行尸检后才能得出具体的结论。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报警人瑞克具有很大的作案嫌疑，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发现了尸体，还有他在报警时提供的信息与现场的情况明显不符。
于是警方立即对瑞克进行了询问。根据瑞克所说，沙朗在事发前一晚刚刚结束探亲回到科隆村，但之后不久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由于家人非常担心沙朗的安全，于是就在第二天下午联系了瑞克帮忙查看情况。然而当瑞克来到沙朗的住所后，发现沙朗并不在家。随后瑞克又去了车库，想要确定沙朗的汽车是否还在，结果他就在车库内发现了沙朗的尸体。当时瑞克并未仔细观察，只是看到沙朗的尸体旁边有一把手枪，因此下意识认为他可能进行了自我了结。警方对瑞克的说法有些怀疑，因为他进入过沙朗的住所，不可能看不到撬门痕迹。基于这些疑点，警方准备让瑞克接受测谎，然而这个要求很快遭到拒绝。瑞克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是简单告诉警方，如果有证据表明他与本案有关，警方可以随时将他逮捕，否则他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调查。瑞克的表现让警方加深了怀疑，所以他讲述的内容也需要进一步确认。为此，警方首先联系了沙朗的家人，之后又核实了瑞克的不在场证明。虽然并未发现明显问题，但鉴于瑞克的可疑表现，警方还不能完全将他排除，所以本案在没有结案之前，瑞克仍被视为潜在的嫌犯。接下来，警方将调查重点转向了科隆村的居民，因为沙朗在事发前一晚刚刚回家，警方怀疑这可能不是巧合，凶手应该对他的行踪比较熟悉，因此他们重点调查了本村具有犯罪动机的可疑人员。很快，一名叫詹姆斯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之所以怀疑詹姆斯，一方面是因为他是科隆村为数不多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另一方面，詹姆斯还是沙朗的邻居，两家的直线距离只有大约50英尺，所以警方认为詹姆斯应该对沙朗的日常生活比较了解，存在一定的作案嫌疑，于是立即对他进行了询问。詹姆斯否认了与本案的关系，并表示在警方到来之前，他完全不知道沙朗遇害的事情。根据詹姆斯所说，他在事发前一晚刚刚从堪萨斯州回到科隆村，时间大概在晚上10点30分。由于之前已经与朋友约定了要去酒吧消遣，所以在放下行李后，詹姆斯很快再次出门，前往了市中心的朋友家。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詹姆斯一直与朋友在酒吧喝酒，直到凌晨1点左右，家人打来了催促回家的电话，詹姆斯这才离开酒吧回到了家中。当时詹姆斯的弟弟和父亲都已经休息，只有母亲还在等着他。于是在与母亲打过招呼后，詹姆斯便回到了卧室休息，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外出过。虽然詹姆斯的说法得到了朋友和他母亲的证实，但由于他住的地方就在沙朗家后面，完全有可能在完成犯罪后快速返回自己的房间，所以詹姆斯同样被视为潜在的嫌犯。只不过相比于之前的瑞克，他的嫌疑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詹姆斯只有24岁，而沙朗已经66岁，两人的年龄差了2代人，所以在警方看来，詹姆斯至少不会因为性犯罪实施谋杀，这就排除了其中一个可能的犯罪动机。然而正当警方准备结束问话时，詹姆斯突然想起了一件可能与本案有关的事情。据他描述，沙朗与一名送货的卡车司机关系非常紧张，起因是这名司机经常在半夜将卡车停在沙朗的家门口，发动机的噪音严重影响了他的睡眠。尽管沙朗曾多次与这名司机进行过交涉，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此两人经常发生争执，有时还会伴随一些过激的行为。因此詹姆斯认为沙朗遇害可能与这名卡车司机有关。警方跟进了这条线索，走访了几位曾与卡车司机有过接触的居民。虽然他们全都证实沙朗与这名司机存在矛盾，但并不清楚司机的具体身份。考虑到卡车司机的送货线路相对固定，并且当地警局警力有限，所以警方采取了保守的办案策略。一方面等待这名司机再次出现，另一方面重点关注了现场的物证，也就是那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和沙朗的尸体。大约过了1周后，警方拿到了详细的检测报告，其中物证检测表明手枪的枪套和握把上存在指纹，但指纹全都来自沙朗，并非凶手。而尸检结果则为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
沙朗的死因确定为窒息，死亡时间大概在发现尸体的前一晚，也就是6月29日晚上到30日凌晨。此外，法医还确定沙朗遭受过侵犯，主要依据是他的下体撕裂，并且内裤上存在凶手遗留的微量生物证据。不过由于证据样本太少，当地法医没有能力处理，于是警方只好将沙朗的内裤送到了州法医办公室，尝试提取证据。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警方又对卡车司机展开了调查。好巧不巧，仅仅2天后，那名卡车司机便再次来到了科隆村，于是警方立即对他进行了询问。当时这名司机表现得有些抵触，他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只是简单承认曾与沙朗有过矛盾，之后就以还要工作为由准备离开警局。然而警方显然不可能轻易放弃，于是他们提出了测谎的要求。虽然这名司机没有答应，但他为了早点离开，还是做出妥协，提供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根据收费票据显示，这名司机在案发期间正在其他城市，所以他不可能是本案的凶手。这条线索中断后，警方已经没有了可调查的嫌犯。不过考虑到凶手遗留的生物证据很少，取证工作可能不一定成功，所以为了以防万一，警方仍需要继续调查。接下来他们整理了科隆村最近的报案记录，尝试寻找可能与本案存在关联的其他犯罪事件。很快，当地一起无水铵盗窃案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无水铵是一种受到严格管控的化工原料，它可以当作肥料，也可以合成违禁品，所以这类盗窃案通常与毒贩存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丢失无水铵的农场主就住在沙朗家附近，因此警方怀疑沙朗可能无意间目睹了盗窃，从而惹上了杀身之祸。掌握了这一情况后，警方立即审问了当地以及周边地区所有登记在册的瘾君子。虽然经过数周的努力，警方成功抓获了盗窃无水铵的犯罪团伙，但凶手并不在其中。这些团伙成员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与本案没有关系。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由于迟迟没能抓到凶手，科隆村的居民开始感到惶恐不安，生怕凶手还会继续作案。也就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关于凶手身份的传言开始在当地流传，其中怀疑最多的就是本案最初的嫌犯瑞克。一方面，瑞克是一名已婚人士，但他却经常到沙朗家做客，甚至还有沙朗家的钥匙，所以当地居民认为瑞克与沙朗可能存在不正当关系。另一方面，沙朗的兄妹在案发后组织了一场拍卖会，处理他的遗物。巧合的是，瑞克也参加了拍卖，但他只买了一件物品，那就是沙朗生前睡过的床垫。正常来说，二手床垫这种私人属性很强的物品很少会有人购买，更何况床垫的前主人还是一名受害者。所以基于这些事情，科隆村近一半的居民对瑞克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可能为了保守出轨秘密杀死了沙朗，而购买床垫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准备销毁残留在上面的生物证据。尽管这些只是坊间传闻，并不能作为办案的依据，但由于瑞克之前从未配合调查，并且传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当警方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很快再次询问了瑞克。这次问话，瑞克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或许是因为舆论压力的影响，瑞克同意了测谎。然而测谎结果显示，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并未如实交代，这让警方加深了怀疑。为此，警方又提出了采集生物信息的要求。虽然瑞克有些不太情愿，但鉴于测谎失败的事实，他已经没有了拒绝的余地。最终，警方顺利采集了他的生物信息。至此，警方已经完成了所有调查工作，接下来只能寄希望于法医可以顺利提取凶手的生物证据。大约过了半年后，警方得到了一个好坏参半的消息。取证工作顺利完成，但凶手的 DNA 与嫌犯瑞克并不匹配。这一结果让警方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没有人比瑞克更具有嫌疑。不过好在本案还有另一名嫌犯，也就是沙朗的邻居詹姆斯。由于詹姆斯是一名前科人员，他的生物信息早已被录入数据库，所以对比工作很快完成，结果再次超出了警方的预料。时年24岁的詹姆斯确定为本案的凶手。I was shocked to find out that James Mars was the perpetrator. We had never seen that type of violence out of him
This was very unexpected. I thought, my gosh, something's wrong here. I mean, you just can't believe it. I was hoping that they'd catch someone that I did not know the family. 2004年4月5日，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詹姆斯。当时这则消息震惊了整个克隆村，原因不仅是詹姆斯所犯下的暴行，还因为沙朗几乎见证了詹姆斯的成长。在当地居民的心目中，沙朗就像是詹姆斯的奶奶，谁都想不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尽管詹姆斯最初并未承认罪行，但后来在被关进看守所后，他向几位狱友吹嘘了自己的作案经过，遭到了狱友举报。因此在后续的审问中，詹姆斯最终承认了犯罪。根据詹姆斯所说，事发那晚他在酒吧喝了很多酒，并且吸食了违禁品，所以回家后精神非常亢奋，就想做一些刺激的事情。也就在这时，他想起了邻居沙朗。由于詹姆斯知道沙朗的经济状况很好，并且又是独居老人，于是他就想悄悄潜入沙朗家盗取一些值钱的物品。然而詹姆斯刚刚撬开房门，紧接着就看到沙朗拿着枪走了过来。或许是念在邻居的份上，沙朗当时并未开枪，只是呵斥詹姆斯赶紧离开。面对这种情况，詹姆斯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认为沙朗根本不敢开枪，因此他并未离开，而是躲在了暗处，伺机继续作案。然而没想到不一会儿的功夫，沙朗便离开住所，朝着车库走了过去。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詹姆斯，他认为沙朗肯定是想开车去警局报警，于是在沙朗进入车库后，詹姆斯趁机杀死了沙朗。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詹姆斯从未向任何人透露，包括之前举报他的几位狱友。总之，詹姆斯只承认杀死了沙朗，否认对他进行过侵犯。当然，这种说法明显并不属实。如果他没有侵犯行为，警方也不可能从沙朗的内裤上提取到他的生物信息。所以警方认为詹姆斯的真实动机应该是性犯罪。一方面，当时他吸食了违禁品，这会导致产生强烈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在作案时并未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如果真的是为了钱财，詹姆斯完全可以在作案后继续搜刮财物，而他没有这样做，大概就不是为了钱财。那么詹姆斯为何要否认侵犯行为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过龌龊，即便承认也不会减轻罪行，反而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詹姆斯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故意将动机描绘成了相对好听的盗窃，而不是侵犯。2005年8月15日，案发2年后，本案开庭审理，詹姆斯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When I found out there was a sexual assault that went along with the slaying, I was just furious. What kind of person w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is?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And the community was appalled. I was happy that we finally got closure. He did it. He's locked up. Sharon was the one that suffered the ultimate loss. And that's what the investigators put in all those hours of work for and give her last voice.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